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你认为2020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最漂亮的手机是哪一个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这期视频呢，我们先开篇警告啊，本期拥有大量主观的内容，如有不适，请在弹幕或者评论里边友善讨论。如果激烈杠精的话，请记住啊，一定是你对啊。这期视频呢，我们要聊的就是2020年到目前为止各家旗舰的外观和质感。前几天呢，我们在不同的平台做了投票调研啊，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手机的工业设计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而艺术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质感也是。有的人喜欢金属，有的人喜欢玻璃，甚至是塑料。随着人类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设计和审美也一直在变革轮回，质感也随着材料工艺的改变不断升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主观的一期小白测评。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欢迎你。先来看看外观上大家的投票结果，我们整理了 B 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3个平台的投票，综合百分比，华为第一，苹果第二，随后是魅族、小米。这和我们的内部投票苹果第一，华为、OPPO 第二的结果有些不同。在开聊之前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手机的设计到底是什么。有人会说质感，有人会说辨识度，有人会说炫酷，等等等等，这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答案。那我们先用一个杯子做个小思考。杯子，一个用来喝水的工具。第一个作用是盛放液体啊，其次这个杯子要方便拿取啊，它就变成了这样。它可以盛水，一只手就可以握住，满足了喝水的方方面面。如果你要喝热水，但是怕烫着，那么还可以再加一个把儿。是的，杯子就这样被设计出来了。现在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了，比如改变一下造型和杯壁，做成这样的杯子。或者加点设计，或者更换材料，就可以做成保温杯、牛奶杯、烧杯等等等等。它们的本质都是杯子，但是因为材质、外观的区别，有的让你觉得有设计感，价格贵；有的就让你觉得廉价的不行，比如一次性的杯子。OK， 这么来看啊，设计更像是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加入了风格化、细分性、艺术感的东西。换句话说，用更艺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用这种思路再来看一看这些手机。第一名，华为 Mate 40系列的设计确实有些脱胎换骨，就是后摄。相比于之前的浴霸凹料设计，这次的圆环很跳脱，显得有灵性。在年年都变的设计之中，华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对于摄像矩阵的设计语言。而颜色方面，华为可以说是引领国产厂商的设计。但是白色、黑色永远是时尚的两头。Mate 40系列的白黑贝壳都极为纯粹，尤其是陶瓷材质的加入，白色纯净，黑色深邃，显得很有质感。而苹果呢？即便是看惯了啊 ，iPhone 的后摄也绝对谈不上好看，丑的高级吧。这个设计在去年 iPhone 11的时候我们就解读过，是为了3摄功能性方面做出了妥协，功能大于美观。但是 iPhone 12的出现却好像又不是这样。iPhone 4一般的直角边框设计确实更加显气质，但是直角边带来了极差的手感，这里好像又是设计大于功能了。但总体而言，从 iPhone 4开始 ，iPhone 的总体设计语言核心并没有改变，就是一体。整块玻璃雕琢的背板，前后统一的平面镶嵌在边框之中。从之前的 Design by Apple 到现在的只剩下 logo， 就像苹果的专利一样，整块玻璃的 iPhone 就是苹果最希望的设计。一体性是它的第一语言。第三名，魅族，虽然小厂依然有自己的坚持啊，旗舰拒绝刘海，拒绝曲面屏，大家给它的投票支持也算很好的肯定。但是面临销量，魅族的设计语言也有了些许妥协。首先就是不再居中的后摄，再到17系列横置的后摄，相比之下，稍微靠下的设计会更加协调，但是这会影响到内部结构的堆叠以及电池的大小。小米是我们最难聊的厂商了，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这句话可是雷总说的。小米也确实没有一套固定的设计语言，从小米1到小米10和至尊版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我们看不到小米一以贯之的设计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米没有好的设计。小米10至尊版或许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得益于后摄的规整和统一的处理，比如银镜版统一的原色金属边框，透明版的黑色边框，让两种完全不同的材质有了统一的感受。可能后摄不太好看，但是质感表现确实不错。而红米的设计风格或许是一脉相传 ，K30 至尊版和 K30S 的配置更高，至尊版确实要更好看一些。而 OPPO 的设计语言其实也并不统一，就像是 Find X 和 Find X2 Pro 一样，设计风格甚至迥然不同。
但是柔和或许是 OPPO 未来一段时间的总体设计方向。轻柔的素皮材质给人很雅致的感觉，而贝壳除了 logo 和后摄也没有多余的设计。相比之下 realme 的设计就更加青春了，多彩和文字的设计更加偏向喜欢时尚的人确实整个品牌更加年轻一些一加则是很好的平衡了 OPPO 和 realme， 精工配色足够时尚，而 AG 磨砂玻璃的触感也更加亲肤，没有了玻璃原来冷冰冰的感觉。难得的是8 Pro 还是中置后摄的设计，但是8T 又显得有些平庸了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一加，温和亲近就是一加的设计语言了吧。三星其实最为特别，因为在这个设计和功能需要平衡的时候，三星其实一直坚持在设计追随功能的道路上。有人问过为什么投票是 Find 2而不是 S20 Ultra、Note 20 Plus？ 因为 Fold 2是三星设计追随功能最为明显的结果。外折好看，但是不耐用；内折有缝，但是屏幕更加安全，而且不尝试隐藏缝隙。因为如果和摩托罗拉一样取消缝隙，就会占用内部空间，这样会影响到续航和性能。只有足够的续航和性能才能体现折叠大屏的优势，而其他方面可以妥协，比如简单到几乎没有设计的后摄，在 Z Flip 都没能消除的中缝 ，S20 上几乎拉平了的曲面屏，简单实用，或许是三星的设计语言。听起来很简单，但做着是真的难。Note 20 Plus 依然是我个人最爱的颜值。vivo 今年从 X50 系列开始的阶梯式后摄设计，确实在一众方圆之中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而且辨识度很高。在我们的内部讨论之中，对于现在手机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华为和 vivo 的设计方式，我们觉得是最为和谐的。而且在蓝厂后续很多设计之中都用了这个设计，希望后面得以延续。iQOO 之前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设计语言实话讲，之前那些 iQOO 手机也确实不怎么好看。你看，现在也逐渐 vivo 化了。红魔和黑鲨针对游戏方面的设计，让这俩反倒是有些趋同。上下窄边框，额头和下巴可以肆无忌惮的做宽一些，这样来方便握持。而几何复杂的设计元素更加具有个性，确实很酷，也带来了一些粗犷复杂的视觉体验。相比于日常使用的设备而言，这种设计语言确实不够平和，也欠缺了质感。但它确实够游戏，而且从后续的机型我们也看出，他们在试图寻找一些结合日常使用场景的设计语言，就是相对来说更加柔和了一些，没有之前那么激进了。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见过，一个榨汁器是不是非常具有现代设计感？但是稍微想想你就知道，它并不好用，因为它只能给柠檬橙子这种小东西榨汁，大一点的它完全没辙，因为没有遮挡还很容易溅到身上。而它的设计师就是菲利普斯塔克，他的设计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是不是脑洞大开，极具创意？而这位大师也设计过手机，米粉应该很熟悉就是小米 Mix。在当时 Mix 确实一鸣惊人，但是相比菲利普斯塔克其他的设计而言，小米 Mix 可谓平庸异常，完全看不出什么设计。但是平庸正是它的设计语言。作为日常握持在手里的设备，场景和技术限制了手机最终只能是一块平板。即便是可以折叠，但它也只能是一个对折的平板。而为了便携和使用，任何复杂的设计都不应该出现，多余的装饰都应该被抛弃。就比如说诺基亚 N9，时隔9年，它依然不显过时。而没有过多设计可供发挥的时候，质感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和设计并不分家，很多时候好的设计是建立在质感之上的就像是上面设计出众的玻璃杯，它的质感和材质密不可分，售价自然也不会便宜，将近1000大洋。如果换成塑料你10成都不会觉得这个设计很有什么质感。在质感的投票之中，华为和苹果也是力压其他品牌，两个品牌加一起近50%的票和我们内部投票差距不大。华为6票，三星3票，苹果2票。到底什么是质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光看着它、摸着它，就觉得它很值钱，就觉得它很贵这就对了。比如当年的 iPhone 7亮黑版，为了将 iPhone 7弄黑弄亮，苹果在当时就使用了其他厂商尚未使用的技术，首先进行 3D 抛光，这和普通的化学清洗或者电化学抛光不同，它是将手机的外壳放置在了特定的粉末之中进行抛光，然后再进行阳极氧化，最后还需要在磁化铁粉之中再次抛光，最终形成了 iPhone 7亮黑的样子，带来了极致的质感，纯粹浑然一体的黑色，铝合金和玻璃的界限几乎都无法分辨了。可以理解，这会是苹果最希望的样子，一款一体的手机。但最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极不耐滑，工艺的上限让亮黑永远的停留在了 iPhone 7这里，后续再没有出现过。而之后就是小米 Mix， 完整一体化的陶瓷机身带来了别样的美感。虽然小米在米6上就尝试过陶瓷，但是只有 Mix 1和2达到了极致，尤其是白色带来的纯粹，质感非常出色。比如华为和苹果都在边框上使用了不锈钢的材质，相比于铝合金，不锈钢拥有更好的触感，但是加工难度大，成本高，同时为了保证不锈钢边框耐滑，苹果这次还
使用了磁控建射工艺，这种工艺相比于铝合金的阳极氧化更加耐磨，而华为的陶瓷贝壳黑白的非常纯粹，尤其是在转角之处，光线流转的视觉感受非常出色，而且要做出多曲面的陶瓷，工艺难度自然更高。这些新工艺、高级材料的应用，最终给旗舰手机带来了出色的质感。相比之下，素皮虽然有不错的亲肤柔和的感受，但是耐磨性和光泽质感就很难和这些相比了。而这些工艺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台旗舰，也是对于未来产品的布局。就像是华为的设计突破点都在后摄一样，华为的未来一定还是后摄，新的工艺、新的技术都会在后摄上面有所体现。而三星的突破自然会是屏幕。折叠屏的升级一定会是三星持续的重点，而 iPhone 一直带给我们的是最新的工艺和材料。超磁性面板这种顶级材质确实是非常烧钱的，而且在2017年的时候，苹果就购买了液态金属的永久授权，到现在还没有用在什么产品上。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些东西真的是这些大哥们才能玩得起的。其他厂商由于价格所限啊，跟随也未尝不可。素皮和云阶都是今年非常漂亮的设计。不过归结到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刚才聊了这么多材质、这么多工艺和设计，它的技术难度和成本确实有高有低。但是手机它只是一个喝水的杯子，喝水的人，你、我、他绝对没有高低之分。让手机成为你最趁手的工具，而不是相互评价的标签。这句话我们之前说过。不过关这点，小不思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